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。今天这集，我们来一起看看明天的2场16强比赛有什么看点。凌晨4点，巴西对挪威；早上8点，墨西哥对英格兰。一场是老魔咒，一场是老堡垒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先讲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：五星巴西史上从来没赢过挪威，两队交手4次，挪威2胜2和，这是巴西交手超过4次却从没拿下的唯一一支球队。最经典的一次就是1998年世界杯，挪威在马赛2-1直接让想卫冕冠军的巴西回家。所以这场表面上巴西是被看好的一边，但这个魔咒的味道还是有点微妙。先来看数据，巴西是标准的量压型，前4场场均预期进球 2.35， 每场把球推进对方3区将近70次，这就表示巴西在之前的比赛中都是场上主导进攻的，也都能创造出得分机会。但我们把挪威的数字摊开，就知道他们也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。挪威的绝佳机会有18次，比巴西的17次还多，传中的成功率 39%， 是巴西 22% 的将近2倍。这说明什么？挪威在场上创造的机会比巴西少，但每一下都更直接、更致命。这是一场量对质的对决。挪威的打法并不属于会主动压迫的类型，他们更愿意防线后撤，将球权让给对手。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在前方等着的进球机器哈兰德。因为哈兰德可怕的地方并不在起步的瞬间爆发力，他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跑起来。只要做到这件事，就算有2到3名后卫在防守他，他都有办法把球送进球门。当然，有时候连后卫也一起被送进门了。这种前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可以整场消失，但只要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就能一击把你了结。旁边还有索尔洛特这种同样高大的支点，让挪威拥有更多变化的进攻手段。而且挪威不只有高球，他们左路的努萨，这届挪威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，就需要靠他的带球和突破，在1对1的情况下强行创造机会。所以巴西的边后卫这场要非常小心。讲到巴西的边后卫，这刚好就是他们这届的破口。不论是左边的道格拉斯或是右边的达尼洛，年纪都偏高，若是在防守上一直被挑战，体能上能不能撑住整场就会是个问号。上一轮对日本，第一颗失球就是右边后卫达尼洛传球被断造成的，而这路正是要对位防守努萨的位置。更麻烦的是，巴西在前面的比赛中伤了帕奎塔和拉菲尼亚这2个重要战力，前场要靠库尼亚顶中锋，年轻的恩德里克在板凳待命。再来中场的吉马良斯是目前队上稀有的创造力来源，他的传球与掌握节奏的能力会很大程度影响这场的胜负。目前已经累积了4次助攻，仅次于法国的奥利塞。最后要提的当然就是左边的利刃维尼修斯，他的过人和盘带技术相信就不用多说了。前面比赛收获4进球1助攻，也正是说明他状态火烫。总结来说，巴西在多个位置上的球员能力都在挪威之上，但是因为能送出关键一传的人不多，所以若是面对到对手能够把自己的防守阵势维持好，就会陷入苦战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就会陷入只能把球一直交给明星球员，让他们用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场算是很接近的对决，但巴西还是略有优势。他们赢在总教练安切洛蒂的临场调度能力。如果巴西的第一颗进球进得很早，那应该有机会用2球差距获胜。若没办法的话，最终应该还是会以1球差距过关。这场的比赛过程相当值得期待呀。第2场的墨西哥对英格兰，第一个看点则是开打的场地，位于墨西哥本土的阿兹特克球场。这是本届世界杯海拔最高的球场，2200多公尺，在高海拔踢球，空气稀薄，每一口气能吸到的氧气都变少，球员会更喘，更快到体能极限。而这个因素往往都会造成做客球队的麻烦。这座球场可以说是真正的堡垒。身为3个地主国之一的墨西哥在这里的成绩，89场比赛70胜，只输过2场，其中属于世界杯的比赛10场赛事全部不败。本届更夸张，4场比赛1球都没丢。英格兰的球员只有短短3天可以适应这个高原，这就是这场最大的变数。数据上，2队是完全相反的2种球队。
英格兰在打法上是喜欢主动控球的，控球率 64%， 场均预期进球 2.13， 光是传中就砸了111次。但有个问题，每场他们平均可以创造出5次绝佳机会，可是错失掉的机会也高达 3.8 次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格兰明明有着豪华的球员阵容，比赛过程却常常打得很辛苦才能赢。反观墨西哥控球只有 48%， 预期进球只有 1.26， 看起来攻击好像有点弱，对吧？可是他们硬是靠着超出预期 0.74 的高效率，加上4场全部零封，一路走到现在。墨西哥的剧本就是善用这座主场堡垒的优势，先做好防守，然后用最少的机会换最多的进球。他们锋线还冒出了基尼奥内斯这种火烫的新面孔，他在前面的比赛已经累积3进球2助攻。这种球队在淘汰赛最难缠，对手攻一整晚攻不进，他只要能把握住1-2次反击就能赢下比赛。英格兰的解法是依靠豪华的板凳深度，攻击面有前一场淘汰赛拯救英格兰的英雄哈里凯恩，加上贝林汉的前插进攻，板凳上还坐着戈登、萨卡、埃泽，这一票能改变比赛的人。越到比赛后段，等对手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他们替补上场产生的效果就越大。防守面也有优势，因为墨西哥的前锋西门尼斯在英超已经打了好几个赛季，所以英格兰的后卫们对他的攻击手段是很熟悉的。唯一的隐忧在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又伤了，这条边路的防守是墨西哥可以去锁定打击的点，所以这场比的是英格兰的板凳深度能不能撑过阿兹特克的海拔，加上墨西哥的铁桶。照阵容跟数据，英格兰该过关，但别忘了，这座球场已经吞掉太多强队了。我的看法是，英格兰以1球之差小胜，但过程绝对不轻松。如果被墨西哥拖成消耗战，甚至拖进12码大战，那主场加持的墨西哥翻盘几率就会相当高。2场都看完了，照数据跟盘面，巴西跟英格兰都该晋级，可是这2场偏偏各自扛着一个历史包袱。巴西没赢过挪威，英格兰要去拼从没被世界杯攻破过的阿兹特克。淘汰赛就是这样，你越觉得稳，越容易被冷门偷袭。那你呢？这2场你觉得会照剧本走，还是又有冷门？留言告诉我。这里是总教练的小纸条，让我陪你聊聊世界杯。记得订阅，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